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当这个世界经历战火纷飞之后呢，人们经历了诸多的苦难和灾难之后呢，人们都盼望着永恒和和平。而2023年呢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我们将迎来全新的2024年。很多人呢都想知道2024年究竟会发生什么。那么根据一位最新的未来人表示呢，他说2024年呢也许会更糟，因为他预言呢2024年呢将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在 TikTok 上用奇怪的文字来命名的一位自称是2123年的时间旅行者呢，这位男子警告说我是一个时间旅行者，因为2024年的大战呢，未来的100年内呢，地球呢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。一般人都会认为呢，第3次世界大战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，甚至可能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。虽然世界末日呢离现在的我们还很遥远，但是在很久以前的地球上呢，曾经也是发生过的。比如说灭绝呢，伴随着地球的历史，而动物、植物呢，也无时无刻的不在消失之中。地球上曾经存在着所有的生物中呢，约有98%呢已经灭绝了。虽然这些灭绝事件中呢，有很多的共同点呢，都指向了地质短暂的时间尺度上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变化。如果发生全面的核战争的话呢，将有可能引发重大的气候问题，特别是核冬天。而核冬天呢，将会在城市呢发生核爆炸之后烟雾呢有效的阻挡阳光，导致了低于冰点的温度呢吞噬世界。而未来人就说呢，由于3战的发生的后果而导致了未来人们会戴一种鼻塞罩。虽然人类的鼻孔的设计呢内部是有鼻毛的，但是鼻毛呢只能阻隔一大部分的尘埃，对于一些细小的尘埃和一些细菌呢是无法阻隔的。所以对于一些健康较差又不爱锻炼的人来说呢，在灰尘多、细菌多的环境中呢，会增加病菌的感染。于是呢，未来就发明了鼻塞罩而贡献给人类，用于保护呼吸道。未来人声称，这个鼻塞罩的结构呢，就是用海绵做成的不同规则、大小的这种圆柱，再加工成子弹头类型的，在子弹头的尾部呢，装上一个黑色的金属拉环，最后再套用一个无毒的塑料薄膜类型的润滑剂呢，就成型了。每个滤镜呢是大概0.5到1厘米左右，而鼻塞罩内呢加一些杀菌的药物就可以杀死许多的细菌了。由于人们讲话时呢都是呼气，而讲话停止的时候呢是用鼻子来吸气，所以未来人声称呢，人们在讲话的时候空气是不能够进入口中的。而未来人还声称呢，当你们知道未来的汽车可以用几代人的话，而且不需要你再加任何能源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发疯的。而这一切呢，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实现，因为机械零件的绝大多数呢，它都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原子晶体制造，再加上呢悬浮轴承的技术的普及以及悬浮技术的精细化，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机械呢几乎就成了永不磨损的一种机械了。而一般的设计机械的使用寿命大概在100年甚至几百年，所以呢一辆汽车、一架直升机呢，在他们未来使用几代是没有问题的。但事实上呢，人们在使用这些高寿命的产品的时候呢，随着人们的观念的不断的更新呢，无论是外形、色彩、功能呢，都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。而大多数呢，甚至是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没有达到使用寿命的时候呢，就有可能会被视为垃圾就处理了。而在未来呢，高寿命的产品呢，仅成为了人类的一种荣誉的设计。而为了这种荣誉呢，有人设计出了上千年寿命的产品，以此呢吸引顾客，并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未来人声称呢，譬如有一套玻璃金沙发它的使用寿命至少可以达到2000年，而一个玻璃金的杯子呢，它的使用寿命也可以达到2000年。那什么是玻璃金呢？未来人就说在未来呢会出现一个探场物理的现象，向人类揭示了一个崭新的能源秘密，将为人类揭示重力引力的实质，并教会人类如何制造引力的方法。由于人类掌控了控制引力的大小呢，所有的生物都可以改变其生长的轨迹。人们可以把大象呢变为像小狗一样的宠物，也可以把蚂蚁呢变为像小猫一样的真爱的宠物。而原子核在球形负引力的作用下呢，中子和电子分离，所以2个或2个以上的不同的原子核呢，又在减小负引力的状态下呢，重组成一个新的原子核，既产生了一种新的元素。用此技术呢，人们就可以把水呢变为黄金，而透明的金原子晶体呢，俗称玻璃金，它就是人类未来的建筑，也是未来商品的主要原材料。
在未来的100年里呢，人类的建筑业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建筑呢将倾向于玻璃晶化和半球形化，而玻璃晶满足于采光的要求而且会采用整体浇灌凝结而成，建筑速度呢很快。由于大型的机械的自动化呢，所以无需太多的人工，再加上玻璃晶呢美感极度高，所以室内的装修未来会大大的简化，人均的居住面积呢也将会从我们现在的100平米递增到1000平米。那这么大的居住面积，空间从哪而来呢？未来人声称就是立体平面化，就是在一个半球体内的大型建筑内分成若干层，又在每一层的平面里呢，用小的半球体或者是当代建筑的概念来修饰这个城市。所以未来呢，花园就成了家家户户可以享受的乐园。所以未来人声称，这个半球建筑完美的设计呢，已经满足了未来人类的所有的需求。所以人类呢，将会放弃现在的比如说山脉、平川以及森林了，并称呢现在的地表的陆地呢为古典陆地。只有想知道古人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是怎样的人呢，他们才会坐着观光的飞机呢，去现在的山川里面去寻找过去的建筑。未来人声称呢，在未来的100年内呢，我们还会把种子放在重力引力较小的一个空间里，让它发芽、生长、成熟，其生长的轨迹呢会明显的变化，无论是生长的速度呢，还是生长的体积呢，都会增大，而植物的果实呢也会变大许多，所以鲜花也大了很多。继而呢，减小了重力引力，植物的生长就会更大，果实也会更大。但每一种植物呢，都存在一个极限小的重力引力，一旦引力小于这个极限值呢，植物将会产生变异。所以未来的100年里呢，人类只有从减小或增大重力引力的方法来改变植物的生长轨迹，但还不能够修改其生长的方程式。就因为这样呢，人类通过减小重力引力的方法去种植，而获得了相当高的产量，将给未来的人类呢带来非常丰富的食物。再加上未来的工厂农业化呢，会使人类的体力劳动呢大大减少，而大量的劳力呢将转入工业、娱乐业，人类将不再为衣食住行发愁的时代呢即将来临。未来人声称，在公元2030年呢，人类就可以欣赏到直径为1米的玫瑰，其他的鲜花呢也是如此。与此同时呢，低等的动物的体型呢也在改变。他说，现在呢，我们把植物的种子放在太空里，再返回地面生长，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生长发生了变化，因为它们普遍的生长速度和体积呢都增大了。但由于它们都在重力加速度的引力下生长呢，所以体积增大是极为有限的。所以呢，人造引力的出现呢，将解决生物的生长速度和体积变化的问题。而在未来呢，缤纷植物的开花结果一年会长8季，而且果实呢又大又美，赞不绝口。人类呢仿佛进入了天堂。而未来人声称呢，一个新型的文化呢将在未来的100年里产生，那就是人类的荣耀文化。由于人类已经满足了华丽的衣食住行嘛，所以人类的文明将转入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文明的阶段。而这个富有诗意的文明呢，将一直持续到公元8000年左右。而这种富有诗意的文明在词典里被定义为荣耀文化。荣耀文化的诞生呢，将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欢乐、无比的激情的时代。届时呢，国王和领袖都只是荣耀的席位。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呢，都进入了全自动的科学管理。就连执法单位呢，都具有非常先进和科学的全自动化管理，会给社会呢带来更加良好的秩序，使得社会的欢乐度、美感度、安全度呢都剧增。在未来呢，财富已经不是人类追求的热点，而荣耀呢将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点。所以社会分配呢，特别是高档的奢侈品分配是按荣耀来分配的。金钱呢是永远买不到荣誉分配的。荣誉分配呢是按照荣誉的积分而来，荣誉的积分的高低呢决定荣誉分配的价值，即对应的荣誉品，比如住房、美感。那你需要的这个住房的华丽度越高，空间越大呢，美感度越高呢，相应的这个荣誉值也就越高。而其他的奢侈品、集美品、欢乐品也都是如此，欢乐度、美感度、舒适度越高呢，需要的荣誉呢就越高。所以届时荣誉文化的时代呢，变成了社会的奢侈品。金钱买不到荣誉，更买不到荣誉品。在未来的100年里呢，人类将使用安全的直升机未来人说，未来的直升机的逻辑呢，就是我在现有的直升机上比如说再装一个螺旋桨，再配一套发动机，那它就更安全了一些。以此类推呢，我再加第3组、第4组发动机，
那它的安全度呢也就更大。为了使螺旋桨在运行中更安全呢，避免碰到一些空中的杂物呢，所以未来的螺旋桨将会进行改革，将外螺旋桨呢变为内置螺旋桨。而内螺旋桨的优点呢，就可以将空气提速，将空气常态的气压呀很快提高到较大的风压，而风压越大呢，升力就越大。为了控制方便呢，还减少了不必要的机械传动呢，其螺旋桨呢都是采用电动，而电动的改变呢又是革命性的，所以这种直升机的用途很广，风里雨里呢都是可以运行的，而且较为安全。那有网友问他啊，说未来太空旅行实现了吗？未来人说啊，太空飞行物从古至今都有记载，但却没有人啊真正的认识它。甚至人类发展到了今天呢，有了卫星运载火箭、电脑、原子核技术等，都不能够认识啊太空飞行物的本质。而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神秘的名字啊，叫做 UFO。未来人说，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啊，只要我们努力的去研究和精心的设计并制造呢，人类第一架太空飞碟很快就会被试制出来。但是呢，在人类的这个新物理概念还未问世以前呢，这对于人类来说啊，仍然是一个梦想。未来人说啊，当人造的引力问世之后呢，人们设计这种飞行物啊就比较容易了。我们在这个飞行物里呢，率先考虑设计一个重力引力系统，以满足人们生活习惯和生物运行的一个生理要求。而飞行物的设计的两个外壳呢，包括内壳和外罩的设计，都有3套引力系统。而第一套呢是内胆定向引力系统，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。第二套呢是调节引力系统，以调节飞行物前进后退、左右移动、上下移动，即万向运动中的这个加速减速对内胆的一个干扰，以满足呢无论飞行物向任何方向加速减速呢，都不能给这个舱内啊带来惯性的影响，以保证舱内的人员呢和物品啊不受到干扰。就像在地球上一样啊，无论地球在太阳系怎么飞行嘛，我们在地球上总是感觉啊相对静止。而引力的调节系统呢，是通过计算机啊精确并自动的控制，主要调节内胆与外罩之间的引力变化。而第3套呢，他说是设计在外罩，它是运动的主要部分啊。按照人类过去的思维逻辑呢，如果我们要想使这个飞行器啊朝某个方向前进的话，只需要在其尾部设计一套负引力系统就可以了，只要给一个反向的推力啊，就可以将飞行物啊推出去。而在未来呢，我们采用的是一套空中轨道法，就是先将这个飞行物啊在任何方向呢预先发出负引力，这个负引力越大呢，抗干扰能力就越强。而预发的负引力在不减小某一方向的负引力时呢，使得整个飞行物就会绝对的平衡。而未来人说呢，在公元5000年的地球啊，人们会通过5级探场呢，将地球外围增加一个光球体来包围着地球。从远太空看上去呢，它就像是第2个太阳。那有网友就问了呀，那么高的温度，地球上的生物怎么生存呢？未来人说不必担心呢，因为在光球与地球之间呢，会加一层高碳场物质就可以了。而这种物质呢，用现代元素取名叫1/1000氢原子散晶体。这个单词大家也许很难理解啊，就是在公元5000年的时候呢，人类即将可以造出一种叫做1/1000氢原子的那么小的一个元素，并用这种元素呢制成散状的原子晶体。而这种原子晶体呢，就可以吸收大量的光和辐射。即使地球外的这个光环体呢，跟现在的太阳温度一样高，通过这层散状的原子晶体后呢，地球上的温度呢也仅是在20度左右，而人类和地球呢也不再依赖于我们原始的太阳来生存。在未来的世界中呢，爱情呢不仅体现在恋爱自由，而且还体现在婚姻自由。愿意拥护一夫一妻制的呢，可以持 A 卡；愿意拥护这个自由婚姻的持 B 卡；愿意独身的呢持 C 卡。考虑到许多人的思想呢与这个新的思维很难以接受嘛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未来人说有关于新的爱情观念和婚姻的观念呢，我就不再多谈了。未来人说，未来的学校呢，我们会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把学校分成3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学科室，第2部分呢为创造室，第3部分呢就是寝室。而学科室呢解决的就是理论问题，创造室呢解决的是学生的创造问题，寝室呢解决的是学生从小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未来人说，在未来这个货币呢也即将退出人类的历史，每个公民呢从一出生就拥有 A 卡和 B 卡2种卡，A、B 2卡同时间做身份用。小学生呢有可能一开始就会进入财富和荣誉的原始积累。A 卡的荣誉呢可以从小学生的创造史就开始产生，
也许从一个小学生呢，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。而创造室呢，免费申请专利和免费保护知识产权挂钩。而届时呢，学校的老师、导师以及指导员他们都要充分的信任学生的创造能力，和努力帮助学生培养这种创造力。任何人都不可以打击、嘲讽学生的一些奇怪的想法，并且需要积极努力的去帮助学生实验，主要是让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一些科学的联系。失败呢也是理论，它可以告诉其他的学生呢，不要再步其后尘。但不是所有的失败呢以后都不能成功，而失败的原因呢可能是当时的技术的缺陷而导致的。所以我们现代的学生的培养呢，是记忆力培养占90%，创造力的培养只占10%，而未来的学生呢，必须是创造力培养占90%，正好倒过来。所以未来的人呢，比我们现代的人更忙碌。虽然他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呢比我们更先进，但是人的忙碌的程度呢会大大的增加。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是愿意做未来人呢，还是想做当代人呢？既然你们都选择做了当代人，因为作为当代人呢，相对轻松一点，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呢也相对少一点，欢乐程度呢也会少一点，仅此而已。当然了，也不用过度的悲观嘛，因为未来人呢，我们无法证明它是真的，而预言呢，大多都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嘛。所以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，放眼科幻，想象未来。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也就讲完了。